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特别烧脑又充满科幻感的话题，关于一个名叫 KFK 的人，他自称是从2060年穿越回来的未来人。这个故事发生在2019年6月22日，当时在一个中文论坛上，突然冒出了一个用户 ID 叫 KFK， 声称自己来自未来。他的出现立刻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。有人觉得他讲的故事很酷，有人怀疑他在编小说，还有人试图通过提问来套他的话。KFK 的故事之所以引人注目，不仅仅因为他自称是中国人，和我们离得近，更因为他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时间旅行理论，让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。那么，这个 KFK 到底是谁？他说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？他的话可信吗？我们一起来抽丝剥茧，走进这个神秘的未来人传说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KFK 自称出生于2020年的上海，是一位普通男性。他在上海生活了几年，后来搬到宁波，到了2048年又移民到了澳大利亚。等到2060年他40岁的时候，通过某种特殊方式穿越回了2019年，也就是他出生前的一年。为什么偏偏选2019年？ KFK 给出了2个理由。第一个是为了给某个女性传递一些信息，试图改变她的未来，但具体这个女性是谁，他始终守口如瓶。第二个是他认为2019年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，是一个特别关键的年份，所以他想给这个时代的人类留下一些提示。他的背景听起来很接地气，上海、宁波、澳大利亚，这些地方我们都熟悉，不像那种虚构的科幻角色，随便编个外星城市。而且他提到自己在中国的生活经历，比如在上海的童年，在宁波的青春期，甚至移民澳大利亚的细节，都说得有板有眼，让不少网友觉得他不像是在胡乱编故事。不过 KFK 的故事也有让人疑惑的地方。作为一个来自2060年的未来人，他居然没提到2020年的全球疫情。这么大的事件他会不知道？还是说疫情对未来的影响没那么重要？网友们对此议论纷纷。有人觉得他要是真未来人，怎么可能漏掉这么关键的信息？还有人注意到 KFK 在论坛上用繁体中文发帖，这点也很奇怪，因为他自称是上海人，平时应该用简体中文才对。他解释说，繁体中文是时间旅行中的一种语言选项，他还可以选择用英文或其他语言。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玄乎，有人怀疑他是为了制造神秘感故意用繁体字，但也有人觉得这可能是未来科技的某种设定。 KFK 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关于时间旅行的理论。以前那些自称未来人的人，比如日本的 YJ2062，或者美国的约翰提托，总是喜欢大谈特谈时间机器，扯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、虫洞、超光速旅行之类，听起来很炫酷，但仔细一想，漏洞百出。KFK 完全抛弃了这些老套路。他说时间旅行根本不是肉体穿越，而是意识层面的穿越。也就是说，他在2019年是以一种数据或信息的形式存在的，没有实体身体，没有性别，无法被找到，也不会死亡。他在论坛上明确说，我不是机器人，我是人，但进入时间旅行后，我不再有肉体或性别。这个设定是不是有点像科幻电影里的虚拟意识？比如《黑客帝国》里那些在数字世界游走的代码。KFK 进一步解释，时间旅行的核心是一个超级强大的记忆数据库，里面存储了人类历史的所有信息。他的意识通过某种技术进入这个数据库，可以模拟过去的场景，从而实现穿越。
这种方式完全绕过了物理学上的难题，因为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物质要穿越时间需要突破光速或者进入黑洞，基本上不可能。但意识就不一样了，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。举个例子，我们的记忆可以随时回到童年，回忆小时候的场景。如果有一个超级数据库能重现历史的所有细节，意识在里面穿梭似乎也不是完全没可能。KFK 还提到，时间旅行有严格的规则，只能回到自己出生前的年代，不能改变个人的命运。比如他不能告诉你彩票号码，而且必须在自己出生前离开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在2020年之后就从论坛上消失了。网友们对这个理论提出了很多问题。有人问，如果你是数据，那你怎么和我们互动？ KFK 的回答很哲学。他说，现实世界可能本身就是一个虚拟数据库，我们的感知只是信息的集合。这个回答让人脑洞大开，甚至有人用反证法推测，如果 KFK 的故事是真的，那我们的世界可能也是虚拟的。还有人问，如果时间旅行是意识穿越，那你需要一具身体来承载你的意识吗？ KFK 说不需要，它完全以数据的形式存在，没有鼻子、眼睛，也不能吃东西，但它能通过网络感知世界，因为感知本身就是信号的传递。比如我们看到一朵花，闻到它的香味，这些都是大脑接收到的信号。KFK 只要能接收虚拟世界的信号，就能感受到和我们一样的世界。这个解释听起来很科幻，但仔细想想，又有点符合现代神经科学和虚拟现实的逻辑。KFK 在论坛上回答了大量网友的问题，透露了不少关于未来的剧透。他的预言涵盖了科技、社会、战争、疾病等多个领域，时间跨度从2020年到2060年。我们来整理一下他提到的一些关键预测。首先是房价，他说从2020年开始，房价会持续下跌，到了2060年，因为人口减少和 3D 打印建筑技术的普及，房子变得非常便宜，只有有钱人会用木材建房子。不过现实中2020年的房价似乎没怎么降，这点让不少网友吐槽他的预测不准。科技方面，他说通信技术会从 5G 升级到 6G， 到了2048年进入 7G 之后，技术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，不再用 G 来命名。人工智能是未来的核心，2030年后几乎所有行业都会和 AI 深度融合，比如 AI 医疗、AI 娱乐等等。苹果公司从2020年起会逐渐衰落。未来的巨头行业包括房屋打印、虚拟现实游戏和交互式眼镜。社会变化方面， KFK 提到2035年人类会解决语言障碍，可能通过技术实现实时翻译。2038年，强人工智能机器人开始量产，主要用于家务、娱乐和安全，但定制机器人需要复杂的法律手续。2047年，全球人口达到80亿的顶峰，但之后因为战争和灾难急剧下降，到2060年只剩53亿。战争是他预言的重点。他说2030年前世界会很和平，没有大的冲突，但2030年到2047年，全球多地会爆发小型战争和自然灾害，比如地震、海啸等等。到了2048年，第3次世界大战会爆发，中心在亚洲、欧洲、非洲的交界处，可能是中东地区。美国和以色列会对抗中国、印度等国家。日本会遭遇大地震，国土面积缩减一半，首都迁到冈山。疾病方面， KFK 说癌症会被攻克，但2050年会出现一种超级细菌，抗药性极强，导致人口锐减，成为人类的大灾难。宗教方面，他说所有的宗教会统一为一种，因为2049年人类发现了宇宙的真相，宗教不再神秘。
生活方式上，纸张在2060年会变成稀缺资源，纸质书是收藏品，公共交通免费，但水果、牛奶这些食品会非常昂贵。机器人婚姻会合法化，机器人被赋予性别来限制它们的无限繁衍。KFK 还提到一个哲学概念，他说，命运在未来被重新定义为定命，意思是你的命运是注定的，努力只能改变结果发生的时间点，没法改变最终的结果。KFK 给2019年的人类留下了一个忠告：从现在开始，把注意力从物质追求转向精神层面，这样到2048年，当世界进入精神时代时，你会更适应。他解释说，2048年后，人类会意识到现实可能是意识的集合，物质世界不再是重点。这个建议听起来有点抽象，但也很发人深省。其他预言还包括比特币到2060年会消失，马航事件会在不久后由第三方国家解密。日本的 YJ 和2062是另外2个合法时间旅行者，他们说的大部分是真的，但有善意的谎言。KFK 的故事听起来很震撼，但也有不少让人挠头的地方。首先是他没提到疫情，作为未来人漏掉这么大的事件，实在有点说不过去。还有他用繁体中文发帖，理由是语言选项，这听起来有点牵强。有人觉得他可能只是想装神秘。预测方面，房价暴跌、东京奥运会事故这些都没应验。东京奥运会确实推迟了，但他没说清楚是事故还是取消，让人觉得他不够精准。他提到 YJ 和2062，承认他们有善意谎言，这是在为自己的漏洞打补丁，还是暗示未来人之间有某种默契？更让人费解的是，如果它只是数据，怎么能和2019年的网友互动？难道我们的世界也是一个虚拟数据库？这问题太哲学了。网友们讨论得热火朝天，有人甚至说 KFK 的故事像一部精心设计的科幻小说。尽管有这些疑点， KFK 的理论还是让人眼前一亮。他的意识穿越理论比传统的时间机器更符合科学逻辑，因为现代科技已经让我们看到虚拟现实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的潜力。如果未来真有一个存储所有历史信息的超级数据库，意识穿越可能不再是梦。他的预言虽然有漏洞，但也反映了人类对未来的期待和担忧。科技会如何改变生活？战争和灾难会如何重塑世界？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关注精神世界？ KFK 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，让我们思考现实的本质。如果我们的世界真是虚拟的，我们的努力、情感、记忆又有什么意义？如果命运真是注定的，我们还有自由意志吗？这些问题比 KFK 的预言本身更值得深思。要判断 KFK 是真是假，其实挺难的。他的意识穿越理论在理论上比物理穿越靠谱，但没有实证支持。他的预言既有惊人的细节，比如 3D 打印房屋、机器人婚姻，也有明显的失误，比如疫情缺失、房价暴跌。他可能是真未来人，通过意识穿越来到2019年，试图传递信息，但受规则限制不能说太多。也可能是个科幻作者，用科学和哲学包装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，甚至可能是个恶作剧者，想通过制造话题影响房价或比特币市场。无论真相如何， KFK 的故事都成功引发了讨论，让人们对时间、意识、未来展开了无限遐想。或许他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相信他，而是让我们思考，如果我们能预知未来，会怎么选择现在？ KFK 的故事就像一部未完待续的科幻小说，留下了无数悬念。如果你是 KFK， 你会穿越到哪一年？会给过去的人类留下什么信息？是警告灾难，还是分享希望？
这个话题太有意思了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我们下期再见，继续探索更多未知的奥秘。